大家好，我是 FCGR，就在今天4月18号，MD 出了这个月的这个拿钻石的刷分活动啦。那这个活动老样子，就是拿资源。那因为输了也不扣分，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活动嘛，你就投降也无所谓，嘿，你就是尽快把这个场数就跟以往一样，就是22个胜场就可以把钻石打满。好，那这次活动的话，就是有超量、同步跟融合3个可以选哦。预组的话，这一次这3个我自己都觉得比较一般吧，可能没有那么推荐。如果你真的想用预组的话，你可以再去玩。那如果新手朋友的话，真的没有排组的，可以考虑选同步，然后玩相见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一次我自己用的牌组啦。那这次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是超量22打满的，那同步跟融合是完全没用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超量有一套很强的卡组，皮尔利，完全没砍。它唯一的差别是什么？少3张增值狙，好不好？这是版本更新出中黑的关系，所以我刚刚想要练一下皮尔利啊。那这个活动刚好就可以练一下，这样。那这个轴是日本最近他们金头玩家开发出来的一个打法，就算是轨迹皮尔利的延伸版吧，就是在轨迹的基础之上又放了这个装铠，就是这2个，然后和额外的这一支这个全装甲黑暗骑士枪兵，好，反正就是这个装铠系列吃2个超量格，然后再带2个魔线，那剩下的就是旧的轨迹皮尔利啦。那我自己实际玩下来非常的强哦，至少在这个活动上根本没有人可以跟他打。我的胜率大概是这多少？这有8成吗？这应该超过8成吧？嘿，所以就刷分效率很好，就一下就打完了。那如果你没有轨迹轴或是这个铠装轴的话，我的建议是，那你可以考虑玩纯的皮尔利。那纯的皮尔利一样，我们就把增值狙拔掉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自己放的子弹是暗黑界啊。然后因为这个活动没有消防队的关系，所以场地我自己觉得可能放个1就好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额外的话，因为不能放宁可怪的关系，我就随便塞啊，就纯的皮尔利基本上额外塞不太满啊。那大家可以再自己试一下，我觉得纯的应该也挺强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轨迹皮尔利啦。那轨迹皮尔利的话，就它除了原本的皮尔利轴以外，多了这个轨迹轴，然后和这个他们这次新加入的这个装铠轴。好，那具体来说的话，就是叠 R1，然后再叠这个 R4，然后可以去调度轨迹轴，然后你拔完素材之后，就是刚好就可以在往上叠这个装铠。然后装铠可以拔2个素材，再找2个子弹，所以你手上就会有3个子弹免费的。然后这个曲线球开完之后，你又会多一个陷阱，就总共4个子弹免费的这样子。好，那具体实际的展开的话，我们等一下从实战的影片来看哦。好，那皮尔利本家的效果就不讲了啊。如果你们不知道皮尔利本家的效果了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。那就稍微讲一下现在这个更新的这个中黑啦，就这张卡片的话，就是可以用睡觉去做变身。2效果它连锁的那个效果是可以从牌组去盖跳跃上来，那就可以让现在原本不太好变身的皮尔利变得很好变身。好，那接下来马上带大家看一场仙宫的实战对局哦。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牌组大概是怎样运作了吧。好，那抽牌阶段的话，我们先开这个睡觉，然后跳小白。那这里对手对应灰流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对应劈头，直接把它扛掉。我觉得这里比较好的打法可能是进主阶先开我的朋友啦，对面比较容易缴灰流。对，好，那就不管，反正他交了，那我们这边就把陨石丢掉，然后跳小白，然后效果翻身，没翻到，没办法。然后下小黑，那因为这边有我的朋友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小黑的检索对象就会是陷阱。好，那如果你们没有轨迹轴，就不要去硬核了，我们就玩纯的 P 尔 D 就好了。大家一样记得哦，就活动你是拿资源的，不要亏资源在这个上面。除非你天梯也想玩轨迹轴，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合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这里我们优先检索可以变身的这个洗澡，然后因为他刚刚1/4喷到速神像的关系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小黑应该是要先发效果去骗他的。好，
那这边就把那个速神像换掉。对，运气不错啊，小白还有再翻到魔法卡。那如果这里是纯的皮尔利的话，可能就只能做一个洗澡兽妥协哦。但我们是轨迹轴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做展开。好，那这边抵 R1 再抵 R4，然后 R4 效果拔一个素材可以找一个轨迹魔法。那大家要注意说，就是你叠 R1 的时候，一个小细节，你要发那个降攻的效果。假设对面场没怪的话，你就降自己，就是这样子，你才可以把你有一个素材拔掉。这个细节是一定要去做的，大家要记得。然后这边我们第一次检索这个复活，就是曲线球。好，那接下来直接叠这个铠装。那这里铠装的话，原本叠上面跟叠下面是没什么区别啦，但是因为我常常卡了2个 PSI 的关系，所以我这个铠装其实应该要叠在上面的。就大家自己来注意一下，就展开不要卡格子。好，那铠装减2个，就2个他自己本家的魔线。然后这里就直接把这个枪兵叠在上面，然后开这个复活，然后继续出多点死，多点死没有1回合1次。然后这边拔素材，然后减那个装修，然后用无头骑士的效果回收曲线球。然后这里开洗澡，把装修丢下去。那我们要用轨迹轴那边去出大黑的条件，就是这一只新叠出来的 R4，它一个素材都不要拔，然后你手上有曲线球，目的有装修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轨迹轴那边去出大黑。好，那铠装这边的陷阱的效果是，它除外的话，你可以选一只超量怪发动，然后装一只超量怪在它身上。这一只铠装 R7 的，它被装备，就是场上只要有怪兽被装备的话，它就可以选对手场上一张怪兽，把它吸成超量素材。所以这一边也是一段妨碍哦，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塞到里面当你的超量素材这样。那这里我因为卡格子的关系，所以这个有点开不出来。不然平常是这只5星的可以在场上，然后对手回合直接开这个，然后超量这一只，然后它就会掉到墓地，然后墓地除外的效果就可以抢过来当素材。那如果你直接叠上去的话，也可以用皮尔利的那个速攻魔法丢卡的效果，然后去把这张丢到墓地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用轨迹轴那边去出大黑哦。好，那也就是一个6素材，可以发3次弹的大黑。那基本上对手一次坏没有血莲的话，应该就是不可能过得来，有血莲也不太好过。先生就直接弹了，不要让他喷。就一次外基本上你都不要让他去做到那种随机的喷牌，就比较不会翻车。然后这里3星再弹，然后把轨迹无头骑士跟曲线球就可以把曲线球再回收回来了，这个还是蛮舒服的。哦，因为前面站位的关系，所以我现在这个陷阱是下不去的，就少一档，不过也无所谓。嘿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就这个是轨迹轴的展开跟一般的 PLE 不同的地方。那剩下的你们就自己去练习一下，我自己觉得也没有那么难，只是要花点时间练习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场这个后手的对战啦。因为这个活动的影片的关系，具体我就不要讲太细了。那阿尔卑就通过没什么问题，灰就扣给烙印融合。嘿。好，烙印这里没补点，我们就可以翻到我们的回合了。那第一动直接下皮尔利，翻3张。反正运气不错，我翻到一张速攻。好，接下来是开洗澡，然后跳小黑。那我之所以是开洗澡的原因，是因为我预设小黑跳出来应该被无效，所以我把比较强可以变身的魔法留在手上了。所以要开完球的话也可以啦，其实2个都可以。那对手这边交校分，然后还有2个后台的状况下，我们就先不教皮尔利的变身效果，直接叠 R1 去做骗坑的动作。先把它砍半，然后叠这个 R4。这里 R4 对手如果没有后台挡的话，其实他这里就要被逼着交灰流，因为以往的轨迹轴会出龙皇的关系，所以灰流也会被挡住，所以一般对手都会在这个堕天使上面交坑。那这里我们如果可以在网上叠个装铠就很猛。那我们这边装铠减2张，然后再往上叠 R7 去叠那个这只，
然后近战阶就可以天顶号去把场面坑踩掉，然后主二再用皮尔利展开。然后这里对手挡不住了，就是所以选择投降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诡异走在后手买坑的时候，其实还蛮强的。然后我觉得就加上那个庄凯那边的话，其实就可以买到的东西更多啦，就他可以把场子比较有效的灵活去运用，这是他比一般皮尔利稍微有优势的地方，我自己觉得。就皮尔利的实战对局大概就这样子啊。那牵手你在展开的时候比较注意到的点是，就是如果你要回收小白去利用的话，你牵手在展开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要把就是跳跃抓到手上，然后用那个速光的效果把它丢下去，这样你才可以回收小白再展开。因为现在皮尔利因为小白限额的关系，所以小白很常不够用，就我们要让这个陷阱掉到墓地去，然后回收这个小白才可以去做展开。就轨迹轴比较要求那个很多一星在场上，所以就你先手在展开的时候，蛮常要把跳跃丢掉，这是跟一般皮尔利比较不太一样的部分哦。大概就是这样啦，那大家排除代码在上面，我可以直接抄去打活动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。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点支持，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是 FCGRZ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